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这是新的一期的内容。这一期与以往期不同，我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一些好书，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精髓。当然，我的分享内容仅供参考，我的解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参考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如果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希望同学们可以去购买全书阅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叫《个人理财》。它告诉了我们如何通过金融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学习，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富有。这一本书的重点，它会介绍一些理财类的基本知识和一些理财的观念和原则，它比较的类似于经典的教科书里面说的一些知识点。它也包含了很多被实际证明有效的金融学理论和实操的方式，是属于一本非常硬核的书。首先，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阿瑟 J.G. 翁。这位作者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写了很多的书，都被称为美国大学的金融学教科书。它其中就有继翁的《金融学期刊》《金融学经济学期刊》《金融和数据量化分析期刊》这些经典杂志上的文章。继翁在这些很经典的金融类杂志上发表过大量的学术论文。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本书的正题。我们将会从这3个部分为大家进行解读。其中的第一部分是我们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理财目标，然后其中第2部分是，那么我们制定了一个合理的理财目标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去实现这个理财的计划。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来解读一下，通过实行理财计划，如何变得更加的富有。好，那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理财目标呢？这一部分我们发现了如何开启理财的大门。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在实行理财计划之中进行多次的总结，在每次总结中纠正前一期目标的任务和纠正前一期目标的一些过失，以及确立下一期的新目标。理财规划这也许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它能用所赚到的钱来帮我们实现财务自由。比如说，如何管理不确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如何保障我们财产的安全。再比如说，我们为了买房，为了子女的教育，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额消费，这些部分的钱是如何通过积累获得的？所以，制定一个合理并且可执行的财务目标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它都是以上所提及的这些大项开支的一个必要的前提。那么，我们如何去制定这个财务目标呢？这里可能需要2个步骤。第一步是分析当前的个人财务状况。要想管理好自己的财务，我们首先要对当前的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个时候就不妨问问自己：我赚了多少钱？我消费了多少？消费开支分布于哪些的领域？那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平时做好详细的财务记录。于是这也保证我们财务健康的第一步。那么第2步就是做长期、中期和短期的3个时间尺度的财务规划。其中短期的1年内要实现的目标，比如买一台电视机，比如假期的时候去某个地方旅行。中期的就可能需要用1到10年去实现，比如积累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长期的就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来积累财富，这就可以涉及到关于退休后的养老金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第2个部分讲述了理财中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比如当我们制定好计划后，该如何去实现理财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知道理财的一个秘诀和2个法宝了。第一个秘诀就是知识是最好的保障，因此我们要主动的去为自己投资。说白了就是积累职场技能，积累知识，多读书。虽然理财方面有很多专业人士可以为我们服务，但是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打个比方吧，虽然基金经理可以为我们去筛选一篮子基金，为我们操盘，但是基金经理他们是要收取一定的佣金，并且他们的这些佣金可能是基于交易的次数，于是基金经理他们会更加的倾向于做更多的高频的交易，去为自己赚基金。可是更多的高频的交易，不见得就真的比起长线投资来有更多的收益。所以，或许从我们自身的利益上来讲，可能长线的投资会更加适合教育频繁教育，更加的适合我们。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掌握财富知识是保护自己的唯一途径。即使要请专业的理财人士作为我们的顾问，我们如果掌握个人理财的知识，就可以为自己挑选更合适的理财人士为我们服务，避免上当吃亏。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直接为自己做理财规划，把握自己的命运。理财的2个法宝，分别是复利法则和意外买保险。我再重复一遍，2个法宝是复利原则和为意外买保险。我们要学会运用复利的法则，将已经获得的收益或者是利息进行再投资，从而实现利滚利的效益，得到更多的回报。爱因斯坦曾经就说过，复利效益是21世纪最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发现。我忘记了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反正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说过这句话。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在评论区指出。好的，提到了复利效益，复利的最大好处在于复利的周期相对较短，赚钱的速度就很快。如果我们投入的越早，投资的时间越长，收益就会越大。举个例子吧，如果有2个姐妹，她们分别为35年后退休攒钱，假设她们的投资回报率都是8%，这个很合理。以美国来说，每一年的3大指数基金大约平均也在15%左右，于是8%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年投资回报率。姐妹在前10年投资$2000，每年投资$2000，一共投资了2万美元。妹妹呢，只是在25年每年投资$2000，她一共投资了5万美元。当他们退休的时候，姐姐的财富积累是20万美元，而妹妹虽然投资了25年，却只积累了15万美元。这也就是时间在复利过程中的作用。那么第2个法宝是留一部分钱进行保险投资。保险是一件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事情。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愿意直接面对疾病或者是直面变成残疾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花费精力来购买保险防范这些风险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重视健康问题，因为保险的背后是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就是风险共担。保险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重大灾难或者是疾病的威胁，也是我们资金安全的间接保障。于是，当我们将保险纳入理财目标之后，我们的理财目标也变得更加的完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保险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面临意外的发生，从而不会让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壁垒在意外面前瞬间崩塌。第3部分呢，这本书教会了我们如何有效地管理资金的流动。我们在进行个人财务管理的时候，尽量保留足够的流动资金，这点是非常必要的。
流动的资金可以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开支，也只有当我们预留足够的流动资金的时候，才可以让我们的理财在计划中顺利的进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有效的管理流动性资金。学会自主投资，主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强迫自己将收入开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将自动投资的钱直接用于购买债券或者是储蓄基金，这样就有了投资的收益。如果觉得钱存在银行比较安全，那么你就要多比较几家银行，因为每家银行提供的服务和收益都是不一样的。除了考虑银行的收益、安全等硬性指标，还要考虑银行的便利性、体贴因素等这些极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地方。那么，除了管理我们的流动资产，我们还需要管理好我们的投资。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投资和投机的区别。其实，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产生经常性的收益，是否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我们产生价值。比如说，漫画书、亲笔签名这种投资组合不能够产生租金收益，或者说我们购买了一些房地产，购买了一些珠宝，房地产并不用来投资而用于自住，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些呢就可以说为投机。当然，刚才举的房地产这个例子并不是非常的好。某种情况下，房地产可以作为一种生钱资产，但是某种情况下来说，也可以把它当为一种投资，这个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再退一步讲，对于教育方面的投资，对于自己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一些投资，这些到底算是投资还是投机呢？因为这些未来的知识能为我们产生源源不断的收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投资。现在我们清楚了投资和投机的区别之后，就可以开始执行我们的投资计划了。大家都知道，投资的越高，收益就越多，但是风险也越高。因此，在执行投资计划之前，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我没有实现这个目标，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第二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愿意承受某些必要的成本吗？当我们一旦确定了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接下来拿出一些资金开始进行投资了。那关于投资呢，基翁给了三个投资方面的建议，他们分别是多元化投资、长期投资和退休投资。首先，我们可以要进行多元化投资，以此来降低风险。多元化投资大概的意思是我们将钱分散在几笔投资之中，如果其中的有一项投资失败了，我们还可以用另一项投资的盈利来弥补这个损失。那对于多样化投资呢，这可以让我们理解在投资市场中价格起落让我们能够达到收支平衡。比如说，基金类型当中，股票型基金的收益是最高的，但是它的风险也最大。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分散性的投资，各种股票都买一点，以此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长期投资。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风险其实是在降低的。因为想要延长投资的期限，降低风险，我们就需要我们对投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这才有助于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对资金的控制，从而随着时间降低投资的风险。最后的一点建议就是，我们要为了退休而投资，规划并管理好自己的退休计划，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由于人生总是有一些新的变故，所以退休计划也要不断的调整与规划，比如定期缴纳社保，制定和修改自己的养老计划，执行计划并开始为养老做储蓄。说到这里呢，这本书的内容就差不多分享完了。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频道，并且持续的支持。好的，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